11月12号，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公布了爱泼斯坦案的2万多封邮件，其中呢有一个030719编号的邮件内容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广泛传播。18年3月，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在邮件中，爱泼斯坦的弟弟就问爱泼斯坦说 What's your boy done up to now？ 就是说你的这个特朗普男孩在干啥呢？爱泼斯坦回复说呢，一切都好，班农和我在一起。随后呢，斯坦的弟弟呢接着说，那你问问班农，普京有没有大统领和布巴的布雅？这个布巴呢是克林顿人尽皆知的绰号，他在阿肯色州当州长的时候就用这个绰号了。至于说有多不雅呢，这个照片呢大家就自行搜索吧这个发不出来。之后呢，这爱泼斯坦的弟弟呢还在出来强行解释说呀，这个布巴呀不是克林顿，是别人。什么叫越描越黑呢？那大统领跟别人他也是不雅呀。这爱泼斯坦弟弟一解释，克林顿不一定摘出去了，可是川普作为老一辈这些人口中的 boy， 给一个叫做布巴的人不雅这个事情他就坐实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很能暴露川普团队的短板了。说实话在转移火力这个水平上白宫的团队水平都不如青瓦台。找了半天黑料，就放出来一个哈佛荣誉校长拉里萨默斯婚内跟爱泼斯坦请教如何出轨一位中国女学者的花边新闻。这位拉里萨默斯呢，之前我在聊张家墩和纳瓦罗的时候提到过，作为奥巴马当时的经济顾问非常热衷于建议我们家放弃投资增长型经济。他们自家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呀，可牵挂我们了，天天带着自己的哈佛的徒子徒孙们给咱家开药方，让我们去产能扩大消费。现在还喊着中国应该消费型增长，投资驱动会导致效率递减，扼杀创新。那帮子人就是他的拥趸。你看看喊了快20多年了，咱家的创新和效率好像连年的在上升，结果这帮子人的祖师爷还塌房了，可真是太有意思了。虽然呢萨默斯这档子事儿呢比不上川普有不雅照，还可能是跟克林顿这么劲爆，但是主打一个内容丰富细节详实，那是把一个道貌岸然学富五车老没卡嚓眼花花肠子一堆的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学西方经济学的老学究都这么 rational 遇到这么大的塌房事件都能镇定自若，还是代表西方最高学术成就的学府的前校长现任荣誉校长根本就不用身正为范。总之，如此辣眼睛麻人的邮件内容曝光出来，老爷子精神矍铄，啥事没有，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邮件呢是2018年开始的时候，当时呢时年64岁的萨默斯老爷子把爱泼斯坦当作自己的情感导师，在邮件中反复和爱泼斯坦讨论如何能把一位36岁的向自己请教学术问题的来自中国的女博士搞上手，事无巨细地描述着他跟人家女博士的对话内容，对方是如何的态度等等。更恶心的是，萨默斯还是这位女博士父亲的好朋友。就在这位女博士感谢了萨默斯对于他本人和他父亲的支持之后呢，萨默斯就赶忙给爱泼斯坦发邮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一遍，然后让爱泼斯坦来分析支招，如何进一步获得好感。一边跟人家爸爸开着会，一边惦记着人家闺女的身子，然后请一个恋童癖给自己指导经验，真的是够毁三观的。他们的这个油腻的往来邮件每次都在评估萨默斯距离成功得手还有多大概率的这种对话，一直持续到爱泼斯坦被捕当天。说实话西方这学术殿堂真的是够没眼看的，一个爱泼斯坦几乎脏了整个哈佛法学院的泰斗自身是罗利岛的榜一大哥，如今经济学的顶梁柱也是一身的油腻腥臭。然而呢，萨默斯的回应真的是让人惊叹。他说深感羞愧，暂停一切社会公开活动，我要专心教书了。好难评就是说教授可以品行不端，在婚内呢就惦记自己同柴的女儿，结果他搞社会活动反而好像对他的道德水平要求还要更高一些了有的时候真的很想劝一劝有些父母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吧。总体上说，像萨默斯这种跟民主党关系比较密切，与华盛顿有联系，但是已经远离了核心的权贵人物，将是爱泼斯坦案的第一轮倒霉蛋。毕竟民主党的目标只有大统领一个，就必然导致民主党这边异常团结，而共和党这边的中层干部却都希望借由爱泼斯坦案的名单给自己搏出位，因为名单能冲击的一定是本党的老炮现在两党的新势力原本就没资格搭上爱泼斯坦，那何不借由民意之手给自己的前程铺路呢？
现在共和党内几乎要公开名单的马乔丽·泰勒·格林就是曾经川普的铁杆盟友啊，也是一位国会山股神。那还有呢，乔什·怀利现在都开始不听指挥了，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惜推动名单的曝光。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西方的封建制历史给他们的政治形态带来的难以摆脱的桎梏和原始的不断背刺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见小利而忘命，见大义而牺牲。两党真的谁在乎美国民众或者国家发展的未来吗？并不会，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曝光爱泼斯坦案中涉及到的各种能抹黑对手、动摇社会互信的一切内容。18号通过的这个公开爱泼斯坦案件的相关内容的法案叫做《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可讽刺的是，这本该是关乎于对女性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屏障，现在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筹码和丑闻猎奇平台。真正的弱者依然死不瞑目，而真正的施害者却不会因为多了这个法案而多了什么限制或者威慑。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一定是有一个名单的。实际上，真正的关键是，无论谁在总统宝座上，都无法公开这个内容，因为有太多的权贵需要总统去保护。可以说，爱泼斯坦案的名单就是一个在野党可以玩命整活抹黑的法子。随着法案送到川普的案头，接下来又是新一轮的博弈。司法部呢可以决定哪些无辜的第三方可以被涂黑，那民主党呢就可以继续在中期选举的过程中不断的放猛料，猛锤共和党。而白宫下次放出的料就需要比萨摩斯老爷子这种呢再猛一点才行，才能继续转移目标。现在川普给出的备选答案是克林顿和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大家扶稳坐好，静等大瓜开席吧。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